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中國內幕節目，我是雨桐。節目的開始，先來和大家分享一個趣聞。一位網友突發奇想，在百度搜索了一下比習近平更傻的人，百度給出的結果是，抱歉，沒有找到比習近平更傻的人。當然，這是民意的表達。習近平上台這10多年，可謂樹敵無數，深深地把無數曾經支持過他，甚至雖然不支持也不反對他的人，變成了天天盼着他掛掉，天天盼着他出洋相的死敵。如果說剛才的這一幕還是來自民間，那麼接下來的場景就來自中共央視。眾所周知，這2天出了一個新聞，說習近平當年在浙江幹省委書記的時候，對義烏的發展總結了12個字，分別是莫名其妙、無中生有、點石成金。這一下可把使用中文的網友們樂噴了，人們立刻展開群嘲模式。在 X 上有人說，習近平不學無術，他要不是領導人，到義烏敢這樣說，義烏人能把臉給他扇腫。義烏的發展源於1982年一個偷偷擺地攤的農村婦女和當時的縣委書記謝高華對話，後來才放開了，形成了第一代小商品市場。到習近平這裡就是莫名其妙了。習近平這頭蠢豬應該考慮的是，為什麼他折騰了10幾年，中國經濟成這樣了。還有人貼出中共元老李銳的病床照，然後 P 圖說，你知道我要說什麼？這個意思很明顯，當年李銳就是在病床上說了一句心裡話，沒想到文化程度這麼低。人們對這個圖又是一番點讚，一位網友還耐心解釋，莫名其妙是貶義詞，表示詫異、驚奇，用於負面情境。習近平這個不學無術的文盲，真是無知到家了。如果說這些評論和情緒來自民間，那麼中共央視上的這一幕就是來自共產黨的體制內。說白了，習近平把中國經濟搞成這個爛樣，影響到社會的方方面面。現在不光是老百姓在罵習近平，共產黨內部罵習近平的也是越來越多。下面咱們就來看看中共的宣傳口是怎麼借着習近平的原話發洩他們心中的不滿的。7月23日開始，中共廣電總台和浙江省聯合設置的3集電視專題片在中共央視上播出。表面上是吹捧習近平，但是第1集上來就把習近平來了個大嘲諷。首先是標題，很多朋友都知道，不管是文章也好，電視節目也好，標題非常重要。很多人不見得會點開這個文章和視頻的鏈接，但是標題卻可以非常直觀地給人第一印象。現在中共央視播出的第1集，標題就叫做莫名其妙。看到這個標題，很多中國人，包括很多中共官場上的人都會心知肚明，這是用習近平的話來對習近平進行嘲諷，高級黑。最重要的是，習近平還抓不到什麼把柄，這本身就是他自己說的。中共喉舌已經不是第一回這麼幹了。大約4年前，中共央視發了一篇視頻，朋友們一看標題，立刻就得樂壞了。標題上赫然寫着，習近平開歷史倒車企圖堵別人的路，最終只會堵死自己的路。為什麼？您只要把這句話裡的冒號去掉，這句話就變成了習近平開歷史倒車，企圖堵別人的路，最終只會堵死自己的路。說習近平開歷史倒車，這得說出多少中國人的心聲，尤其是後邊這句，習近平企圖堵別人的路，最終只會堵死自己的路，這才是無數中共官員，甚至那些權貴家族、紅二代的心裡話。他們覺得你習近平要獨霸權力，變成你習近平的天下，最終就會堵死自己的路。因此這個央視的標題在社會上引發人們熱議。和今天這個節目一樣，這句開歷史倒車
企圖堵別人的路，最終只會堵死自己的路，完全是出自習近平自己之口。在7月23日播出的第1集裡，除了標題上罵習近平莫名其妙，裡面還出現了習近平原汁原味的形象。在節目的10分鐘之後，習近平梳着大油頭出現在屏幕上，他說：“有人讓我介紹義烏的發展真諦是什麼，我說了4個字，莫名其妙。”說到這裡，習近平整個臉的其他部位保持不動，左邊的嘴角抬了起來。大家都有評判標準，咱們今天拋開其他，也不說習近平有沒有文化，甚至也不說他把中國的經濟搞得多麼爛，咱只說習近平這一瞬間的表情。他把習近平內心深處的蠻橫、狂傲，甚至可以說土匪習氣暴露無遺。尤其是習近平是在說莫名其妙的時候，他的嘴歪向一邊，不管有的中共喉舌怎麼給他洗地，實際上習近平應該說的是心裡話，而且潛台詞對義烏的發展非常鄙夷。這一瞬間的表情暴露了習近平真實的內心世界。因為義烏的發展恰恰是對共產黨馬列主義的最好批判，因為義烏的發展過程證實的是計劃經濟的徹底失敗和市場經濟的蓬勃生機。為什麼習近平偏偏用了莫名其妙這個詞？為什麼習近平偏偏在這個時候露出這個表情？絕對不是偶然的。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這一集的中共宣傳片出現了值得關注的重大信號。這個信號等於宣告了習近平的大失敗。中共的這個宣傳片整體上給人一種印象，似乎今天不是習近平不斷左轉的背景，而是中共剛剛改革開放的初期。比如節目裡介紹了何海美，他是所謂的義烏第一代市場經營戶。當然這個說法本身就有問題，義烏人經商的理念從古至今。這個節目裡說的所謂的義烏第一代市場經營戶，其實恰恰暗藏着一個大秘密，那就是共產黨奪取政權之後一直承傳的義烏經商理念被中共暴力斬斷，最後是因為經濟面臨崩潰，共產黨政權搖搖欲墜，再加上中國人的冒險突破，才闖出了這些所謂第一代市場經營戶。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在這個節目裡也不得不有所承認，在視頻的3分32秒處說何海美做生意就像打游擊。何海美說，原來我們擺地上拿手上，當時的政策都不允許，但何海美還是想盡一切辦法做生意，因為家裡太困難了。何海美說，困難到什麼程度呢？我們上半月有飯吃，下半月米不夠吃的。這是什麼時候呢？是中共的所謂改革開放之前。說到家，觀眾只要稍稍有獨立分析的意識，就會思考一個問題，那就是像何海美這樣的中國人，為什麼在共產黨奪取政權近30年後連飯都吃不飽，而何海美做生意是在和誰打游擊？答案很明顯，就是共產黨。當然這不是中共央視要宣傳的目的，而是他們遇到了一個繞不過的問題。共產黨的本意是要來個老一套，什麼憶苦思甜，結果老百姓一來一去，最後發現最壞的不是別人，還就是共產黨。這裡插一個有趣的故事。幾年前一篇署名蕭江的憶苦思甜與憶苦飯網文，講述了作者70年代的一場所謂憶苦思甜會。作者全家去的是距離淮河北岸大約20公里，名叫東南湖的地方。作者說，學校每一學年，特別是過年過節前，都要請一些貧苦農民來學校做憶苦思甜報告。直到有一天發生了一件大事，憶苦思甜活动被徹底取消。告訴大家，現場有意思極了。大約是在1974年中秋節，一個老貧農又被請來做報告。有意思的是，
在講到自己受凍挨餓的悲慘經歷時，他突然冒了一句：再苦也苦不過60年了。如果不是偷了生產隊一口袋良種，我這條命就沒了。坐在下面的老師和學生驚得目瞪口呆，校長趕快將其請下了台。現在中共央視播出的就是這個效果。何海美就在共產黨的電視上講共產黨的政策多麼壞，不讓人做生意，自己為了活命怎麼跟共產黨打游擊。再說一遍，這不是中共央視要達到的效果，而是因為今天共產黨又折騰的人們活不下去了。是讓誰呢？就是習近平。所以共產黨的這個節目又開始吹改革開放了，好像是共產黨的改革開放給了中國人莫大的恩賜一樣，真是不要臉。這就等於說前幾年的疫情封控被衝破，是共產黨的好政策一樣。要不是老百姓面臨生命危險，再不衝破就沒活路了。所以全國老百姓齊心合力，才真正衝破一個個牢籠。而改革開放也是一模一樣，那完全是老百姓冒着坐牢甚至掉腦袋的危險，才引發整個中國的巨變。那麼為什麼中共又在宣傳機器上開始鼓吹改革開放呢？很簡單，那就是共產黨今天又重蹈覆轍，重演了歷史上的一幕，把中國的經濟搞到了崩潰的邊緣。中共央視上的這一信號證實，雖然習近平和共產黨天天在自我吹噓，實際上中共政權已經處於隨時會崩潰的邊緣。諸位耐心等待，稍加時日，習近平一定會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將共產黨折騰得一命嗚呼。好，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歡迎您訂閱這個頻道。我們的節目每周一和周五固定播出。如果您喜歡這個節目，請幫我們點個讚。以上是今天的中國內幕節目，感謝您的收看，讓我們下一次節目再見。